20年，趙麗穎的故事一再峰回路轉，從7年龍套到3獎大滿貫，趙麗穎用“你可以打敗我，但你永遠不可能打倒我”的倔強撕碎偏見，與認養一頭牛共同詮釋真正的好東西需要時間種出來。趙麗穎最近很忙，在正熱播的年代劇《小城大事》中，她飾演的女鎮長李秋平帶領村民集資創業，突破困境，面對外界的艱難險阻，始終堅強果敢。這部劇口碑與收視雙在線，延續了趙麗穎風吹半夏創下的收視神話。除了熱劇，商業上趙麗穎也有許多新動作，登上 Elle 雜誌封面，代言紀梵希，成為首位華人雙線全球大使，還代言了新國民品牌認養一頭牛。似乎這位85花已全面開啟自己的大女主時代，走得越發穩健。這是故事的 A 面，故事的 B 面是另一種走向。非科班出身，7年龍套生涯不斷掉落的質疑，回望來時路，作為演員，趙麗穎走得坎坷，但她卻從未想過放棄，而是在一個個角色中打磨自己。也正因如此，2024年，當趙麗穎憑借《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2封金鷹獎最佳女主角時，別人都不看好你，偏偏你最爭氣，刷屏全網。這是屬於趙麗穎的敘事。正如趙麗穎曾說的那句：“在路上別着急，有時候慢一點，反而比較快。”看起來柔柔弱弱的趙麗穎，演的角色卻很有勁。從第20條中堅韌的聽障母親，到幸福到萬家中向陽生長的農村女性，再到風吹半夏中敢闖敢拼的鋼鐵先鋒許半夏，她都演出了角色的深度內核。你可以打敗我，但你永遠不可能打倒我。在風吹半夏中，許半夏從收廢品的個體戶奮鬥成一名鋼鐵行業的民營企業家。作為唯一的女性，隨隊出國買鋼鐵被騙，在冰天雪地的異國他鄉，許半夏身無分文，抱着買不到鋼試不回的決心，竟真的拼出了一條路。為了給角色注入了更強的生命力，趙麗穎還主動要求說東北話，增加江湖氣。在張藝謀執導的電影《第20條》中，趙麗穎又變為一個拼命保護女兒的聽障母親郝秀萍。全片沒有一句台詞，她僅靠眼神與肢體動作，便將一個深陷泥潭的悲慘女人塑造得非常動人。她不能發出聲音，但對女兒的愛卻震耳欲聾。憑借郝秀萍這一角色，趙麗穎獲得了百花獎最佳女配角。張藝謀更是評價她，趙麗穎已經不是過去的趙麗穎了。雙引號，走出舒適圈並非必要之舉，畢竟在此之前，趙麗穎早已在演藝圈擁有自己的定位與一席之地，而角色上的突破稍有不慎便會迎來爭議。趙麗穎深知這一點，卻依舊執拗地向前走去。你對自己沒有要求，還活個什麼勁？雙引號，在這種堅持下，是農工商王侯將相、仙俠神妖魔碟飯水仙，趙麗穎的角色光譜開始不斷擴大。趙麗穎被騰訊評為我集劇名賽道的創始人，這是對她演藝生涯的高度凝練與精準概括。她主演的多部爆款作品均以其飾演的角色直接命名，從陸貞傳奇的陸貞花千骨的花千骨，姍姍來了的薛姍姍，楚喬傳的楚喬，到幸福到萬家的和幸福風吹半夏的許半夏，角色名與劇名深度綁定，形成獨屬於她的演藝標誌。人劇合一，趙麗穎成為觀眾心中角色與劇名的代名詞。跨古裝、仙俠、都市、現實等多題材，她極具感染力的表演功底與超強的角色塑造力，將每個角色的性格與內核演繹得入木三分。我集劇名是演員、角色、市場與時代情緒深度共振的結果。
有人曾問趙麗穎為何如此堅持，她的回答清醒而有力：演員的保質期不是美貌，是角色。如果有一天我的臉垮了，但觀眾還能記住許半夏、郝秀萍，我就贏了。雙引號，毋庸置疑，這將會是一場長期主義者的勝利，也是一場與爭氣與堅持有關的故事藍本。故事的開始，趙麗穎是不被看好的。2006年出道，她面對的不是鮮花與掌聲，而是長達7年的默默無名。那年，她在雅虎搜星的比賽中獲得冠軍，站在馮小剛身邊，眼睛裡都是對未來的期待。但是，很快她發現，在這個圈子，想混出頭非常不易。接下來的7年時間裡，趙麗穎輾轉於全國大大小小的劇組，從金婚裡飾演張國立的小女兒童多多，到春去春又回裡溫柔的任潔兒。最忙時，她同時參與3部劇的拍攝，片酬剛夠支付地下室的房租。做演員前幾年，趙麗穎嘗遍疾苦滋味，同組演員看她一人在異鄉過年，便為她做了一頓飯。日後回想起來，她淚如雨下。在流行稜角分明、大氣女主臉的時代，她的小圓臉被視為局限，戲約也多是丫鬟、孫女等配角。非科班出身與成長於河北農村的來時路，也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她被質疑的理由與難以摘掉的標籤。但她從未自我懷疑，而是在心裡暗暗發誓：別給我機會，一旦有，我一定會拼命地抓住，也用行動回應。與外貌相比，演技才是演員真正的語言。他在山溝石頭上趴着等夜戲，在片場默默觀察打磨，經常觀察，認真學習老演員如何演戲，揣測人物心理，也不用替身，不炒話題，只埋頭做好一件事，成為角色本身。同劇組的導演形容他很倔，如果一個角色想不明白，他就一定要想明白再演，絕不瞎演。但也是這種倔，為他鋪出了路。入行第7年，他迎來第一個女主角《陸貞傳奇》中逆天改命的陸貞。劇集播出後，趙麗穎真正走入大眾視野，也打破了圓臉不能當主角的成見。《陸貞傳奇》開機那天，趙麗穎摸着繡着金線的戲服袖口，想起多年前在金婚劇組，前輩蔣雯麗摸着她的頭說：“丫頭，在劇組最沒用的就是眼淚。”雙引號。此時此刻，她終於體會到這句話的深意。之前7年所遭受的傷害與白眼，終於爭氣地變為前路的墊腳石。從此，趙麗穎一路向前，勢不可擋。姍姍來了，花千骨、楚喬傳接連大爆，知否？創近10年漲尾效應紀錄。花千骨、楚喬傳刷新行業數據。她憑實力摘得金鷹獎，3次提名白玉蘭，知否中的盛明蘭更成為觀眾心中難以超越的經典。走紅後，趙麗穎依然清醒，她拒絕被包裝成苦情敘事的主角，直言：“我努力着我該努力的，也享受着我該享受的。”雙引號。她期待贏，也不怕輸，即使3次與白玉蘭獎擦肩，也坦然回應，繼續跑。雙引號。回頭看，趙麗穎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是一部當代女性勵志劇。她講述的並非一夜成名，而是一個堅信作品是唯一資本的長期主義者如何一步步贏得時間的獎賞。趙麗穎的女性力量也從不依靠完美人設堆砌，而是在看似溫柔的外殼下，用一個填滿戰鬥欲與野心的內核，完成對偏見的一次次反殺。豐收的時刻總會來到。2024年，在第34屆飛天獎的舞台上，趙麗穎手捧獎杯，眼含熱淚。憑借《風吹半夏》中許半夏一角斬獲優秀女演員的她，說出了那句樸實而動人的感言：“我一直堅信許半夏的一句台詞，我從不許願，因為事與願違。但今天，我的願望成真了。”雙引號。
這一刻意義非凡。一位曾在7年配角生涯中徘徊、被定型困擾的演員，在37歲這一年，接連將大眾電影百花獎、電視劇飛天獎、電視金鷹獎3大中國影視頂級獎項收入囊中。這不僅是對他演技的終極加冕，更標誌着他完成了從流量花旦到實力派青衣的華麗蛻變，成為真正憑作品說話、領跑同代的大女主。無獨有偶，2024年也是認養一頭牛深耕後迎來全面豐收的一年。品牌蜜乳牛成年蜜乳牛年平均單產位居全國前列，年營收突破50億，並以強勁勢頭持續增長。2024年，認養一頭牛獲得了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胡潤全球獨角獸企業等多個重磅獎項認證。這並非偶然的運氣，而是對長期主義踏實踐行的必然結果。當趙麗穎在片場為一個眼神反覆打磨時，認養一頭牛也在黑土地上為一株牧草、一頭奶牛的舒適而耐心耕耘。有些美好，從不需要着急，等一縷風，等一株草，等一片歷經8500年沉澱的黑土，自然孕育一杯醇厚好奶。等一位同樣相信時間的人，在喧囂中沉心靜氣，用作品與品質贏得最終的掌聲。於是在2026年趙麗穎出道20週年，亦是認養一頭牛品牌創立12週年之際，這場因內核高度契合而注定的相遇，終於如期而至。1月22日，認養一頭牛正式官宣國民演員趙麗穎成為品牌代言人。這不僅是商業合作，更是一場理念同頻的雙向奔赴。一個不着急的代言人遇到了一個不着急的品牌，他們都在用自己的實際論證一句話：不着急，有時反而更快。新國民品牌與國民演員的契合，咖位相當，他們根植於同一種長期主義的基因，專業、堅韌，不斷突破自我。於趙麗穎而言，長期主義是具拋式的演技進化。她嚴選劇本，將每一個好角色裝進自己的身體裡。她的成功並非天賦型爽文，而是一部靠自己努力、步步為營的逆襲史詩。於認養一頭牛而言，長期主義是對產業鏈每一環的嚴選與深耕。他們堅信一杯好牛奶需要慢慢種出來，更在意奶牛是否自在舒適，從不着急迎合喧囂。兩者的來路形成重疊。曾經認養一頭牛被說是曇花一現的網紅品牌，他們進窄門，走遠路，12年不停耕耘，扎實前行，一步步成為了新國民品牌，斬獲諸多獎項。從養牛門外漢到如今建立了10座世界級奶牛牧場和4座肉牛牧場，2025年銷售額突破70億，2座世界級數字化乳製品加工廠和1座肉牛加工廠，奶源自給率高達95%，用戶規模超6000萬，形成了成熟的肉奶一體化模式。在乳業巨頭林立下，在12年間，認養一頭牛從行業新青年如今成長為乳業的新銳力量，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無比爭氣。認養一頭牛不在意當下的投資回報比，在產品技術創新上，首提無好奶牛引入奶牛舒適度概念，參與起草中國第1部奶牛福利標準。認養一頭牛還擁有數字化養牛進程也突飛猛進，通過愛家數字化技術，認養一頭牛能同步監測到超過10萬頭奶牛的各項指標。它的商業密碼在於其對產業鏈的深度扎根與重資產投入。品牌與趙麗穎共享着同一種長期主義的哲學，真正的好東西需要時間種出來。作為一個立志長紅的新國民品牌，認養一頭牛的願景不僅是商業上的成功，更是希望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行業，讓農民成為有尊嚴的職業。這10年，
認養一頭牛上端聯繫着萬千農戶，帶動他們增收致富，下端又憑借高標準產品，緊密鏈接着6000多萬用戶。就如趙麗穎在《大城小事》中飾演的李秋平那般，帶領村民集資創業，共同致富。人生最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意願，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旅途曲折漫長，步步落子無悔。趙麗穎的這句話，恰是她與認養一頭牛共同旅程的寫照。一個在演藝路上不停奔跑，演好命運賦予的每個劇本。一個在農業領域踏實耕耘，守護從牧場到餐桌的純淨承諾。這場相遇是時間對耐心者的饋贈，是品質對堅持者的嘉獎。當國民演員的扎實之路遇見新國民品牌的醇厚資本，共同譜寫的故事才剛剛開始。